毫无疑问，赌博是违法的，不能干。然而，广义上的赌指的是高风险、高回报的行为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赌，都是这种广义上的赌。对于赌，我们很矛盾，潜意识里我们觉得赌是不好的，然而骨子里我们又真他妈爱赌。我们喜欢抓娃娃，喜欢开盲盒，喜欢玩各种卡牌游戏，目的就是追求赌能给我们带来的刺激。在漫漫人生路上，我们难免会和赌产生交集，这种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赌呢？本期视频不二酱就带大家通过刘备的人生经历来解开这个疑惑吧。上期视频我们说到，刘备入蜀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是一场毫无难度的偷袭，相反，对刘备来说，这是一场难度很高的硬仗。然而，通过一系列神奇操作，刘备成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眼下，刘备已经进军到洛城，只要拿下洛城，成都近在眼前，胜利近在眼前。然而，就是这座城几乎崩了刘备的牙，因为守在这里的人名字叫刘询。刘询是刘璋的儿子，他在演义里是龙套，在历史上不出名，在游戏里是透明。然而，他最终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能力和名气不是一码事。在之前的作战中，刘备完全就是砍瓜切菜，不管是庞统口中的名将高沛、杨怀，还是演义中的狠人张任，甚至于历史上真正的名将吴懿、李严，通通在刘备面前走不了一个回合。按理说这些大佬都不行，像刘询这样的无名小卒岂不是一碰就碎？刘备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他一脚就飞踢上去，然后疼死了，踢到钢板了。是的，刘询那是真的牛逼。在那么多名将都败了头了，全军士气低落的情况下，刘询沉着应战，冷静指挥，硬生生挡住了刘备的锋锐，让他寸步难行。刘询出人意料的表现，让正在考虑是不是学习二战法国的刘璋如遭雷击。儿子都在坚持，爸爸怎么能放弃？刹那间，久违的热血苏醒了。当年击败甘宁，以少胜多平定数万叛军的那个刘璋又回来了。全部机动兵力，总共1万多人，目的不是救援刘询，而是全部压上，直扑刘备的大后方。只有几百人在守卫的加盟，1万多对几百，优势在我。只要拿下此地，没了大后方的刘备军必然崩溃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来吧，刘备，我跟你以命赌命。很快，消息传到了刘备那里，他必须立刻做出抉择 ：A. 分出部分军队救援加盟 ；B. 不顾一切继续猛攻洛城。刘备扫了一眼忧心忡忡、拿不定主意的部下们，用坚定的语气说道：“我选 B。”成败在此一举，来吧，刘璋，我跟你以命赌命。就这样，一场让人血脉喷张的世纪对赌开始了。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到加盟，此时加盟的守军只有几百人，然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守在那里的人叫霍峻。早在刘璋进攻前，张鲁就曾经派人过来诱骗霍峻，让他开城。对此，霍峻只是冷冷地说道：“小人头可得，臣不可得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直接吓得张鲁再也不敢派人来了。当刘璋的1万多军队开始攻城后，霍峻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那句话不是嘴炮。他和刘询一样，沉着应战，冷静指挥，把一座只有几百人守卫的城池硬生生变成了怎么都啃不透的钢板。刘璋的大军同样寸步难行。这就是对赌的第一回合，刘璋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，没子弹。刘备接过来开枪，同样没子弹。好，开始下一回合吧。视线转回到刘备这边，这天刘备像往常一样望着厚厚的城墙发呆。突然间城门开了，刘备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再一睁开，只见一队骑兵走出城池，随后城门关上了。带队的那个人正是之前被刘备击败过的张任。只见张任举起战刀，仰天长啸一声，率领骑兵对着刘备发动了排山倒海一般的冲锋。望着张任身后紧闭的城门，刘备明白了，这是真正的死亡冲锋。张任这位能力被演绎夸大，忠义却没有丝毫被夸大的老将军，要用死亡洗刷战败的耻辱，要用死亡履行内心的忠诚。如此凌厉的冲锋，如果防备不够，
是很容易吃大亏的，具体可以参考张辽和孙权的故事。然而刘备对这种情况是有防备的，他冷静应对，最终活捉了张任。你是条汉子，我刘备佩服你，以后就跟着我吧，老臣终究不会侍奉两位主公。望着刘备，张任脸上露出了解脱一般的笑容。刘备无奈，只好下令杀他，随后叹息良久。这天，刘备像往常一样望着厚厚的城墙发呆，突然下属紧急来报，不好了，庞军师中箭身亡了。刘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历史上的庞统性格是非常狂躁的。此时眼看城池久攻不下，身为军师的他忍不住干起了物理输出的工作，亲自率领部队攻城。结果一支流箭飞来，庞统的生命就此终结。从此以后，提到庞统，刘备就忍不住落泪。然而这样的打击并没有让刘备泄气，相反，他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猛攻城池。很快又到了开枪的时候，刘备接过枪，开枪没子弹；刘璋接过枪，开枪，胜负已分。此时刘备攻洛城，刘璋攻加盟，都已经过了整整1年，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完全不同。刘璋军在攻打1年无果后，彻底选择了摆烂，每天打打牌听听歌，彻底退了。霍峻敏锐察觉到了刘璋军的松懈，趁夜率领数百士兵发起突击，硬是大破了1万多军队，把对方主帅的脑袋都给砍了。就此，刘璋的作战计划彻底失败。而另一方面的刘备却以惊人的毅力，始终保持着战斗姿态，最终在整整1年后攻破了洛城。这一战打了这么久，刘备军的损失肯定很大，军师庞统也战死了。如果换成别人，很可能会屠城泄愤，然而刘备依然只是破城，连劫掠都没有干。以上就是这场世纪对赌的全部过程了。这一把下来，刘璋的赌本几乎赔光，只能困守成都。对于刘备来说，胜利的曙光近在眼前。通过刘备的这段人生经历，你明白能不能赌了吗？我的看法是可以赌，但不要主动去赌，赌应该是一种被动的选择。在刘备围攻洛城中发起赌局的人不是刘备，而是刘璋。他放弃了增援洛城的稳妥决定，选择了抱刘备菊花的豪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备才选择了和刘璋对赌。表面上来，两人都是在赌，然而主动赌和被动赌的差别可太大了。刘璋下赌本时什么都看不到，而刘备下赌本时却已经观察过了刘璋的行动，也就是说，这场赌局的主动权实际上一开始就在刘备手中。除此之外，还得认真分析一下具体情况，在确定可以拥有较高胜率后，才可以去赌。以刘备的识人之明，一定对霍峻的守城能力有充分的信任。之前的作战也让他对刘璋军有了一个整体上的了解，我相信正是在分析了具体情况，认定自己能够拥有较高胜率后，刘备这才敢于放手一搏。以上就是我对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去赌的看法。当然，无论如何，赌终究是一件有着很大风险的事，所以哪怕是满足我说的这2点的赌，除非有必要，否则也不要做。毕竟真正的强大，说到底还是要靠积累。刘备攻破洛城后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。接下来不就是刘备来到成都城下，然后刘璋投降吗？然而谁都想不到的是，哪怕到了这个时候，刘璋居然依然有翻盘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几乎让刘备集团无法招架。刘备将要用什么办法来逆转局势呢？这个嘛，我们就下期再说吧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拜托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拜拜啦。